嗨，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让我纠结了很久的谜团。一个手握10万铁骑的男人，眼睁睁看着亲姐姐被人欺负，看着外甥被人算计，他什么都没做，他选择了沉默。这个男人叫卫青。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愤怒的。我觉得他怂，但后来我把所有的细节串起来，我发现我错了。他的沉默比任何一次冲锋都要惨烈。今晚这个故事很长，很压抑，但我保证，听完之后你会重新理解一个词，叫做爱。好，请你把手机放下，把灯关暗一点，跟我走进2100多年前的长安城。我先带你去看一个画面。公元前91年，征和2年的秋天，长安城的天空是暗红色的，不是晚霞，是火光，整座城在燃烧。街道上躺满了尸体，血顺着石板缝往低处流，汇成一条条暗红色的溪流。喊杀声已经停了，只剩下偶尔的哭泣和倒塌的房梁发出的闷响。未央公交房店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正把一条白绫系在房梁上，她的动作很慢，但很稳，没有颤抖。她叫卫子夫，大汉帝国的皇后，在这个位置上坐了38年。此刻她正在准备赴死，她的脸上没有恐惧，甚至带着一丝解脱的平静。她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目光投向城南的方向，那里埋着一个人，他的弟弟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他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细得像风：青儿，姐姐来了。然后一声闷响，大汉最传奇的皇后走完了她的一生。你可能会问，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一个在位38年的皇后，一个功盖天下的将军的姐姐，怎么会落得自缢而死，草葬荒野的下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你，这一切的根源要从一个字说起：忍。卫青忍了一辈子，卫子夫也忍了一辈子。他们以为忍能换来平安，但他们错了。忍只是把灾难推迟了，没有消除。当卫青死了，再也没人能忍的时候，所有积压的恶意一次性爆发了出来，比他们想象的任何噩梦都要可怕10倍。我觉得这对姐弟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在于，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只是出身太低，爬得太高，然后被一个叫皇权的东西碾碎了。好，现在让我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拨过50年的风霜，带你去看看一切开始的地方。那是汉景帝年间，河东平阳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脂粉和牲畜粪便的怪味儿。这味道属于平阳侯府。在这座府邸里，极度的富贵和极度的卑贱是共存的。高大的朱红色府门后面住着2种人，一种是主子，一种是工具。卫子夫属于第2种，她是侯府歌舞班里的一个预备歌女，10几岁的年纪，每天跪在坚硬的青石地板上练习微笑。你没听错，练习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不能露出牙龈，眼神要带着无辜，眉梢要带着钩子。这是平阳公主定下的标准，因为这些歌女不是人，是诱饵，是用来捕获权贵欢心的猎具。卫子夫一遍遍对着铜镜练，练到脸部肌肉僵硬，练到觉得自己像个提线木偶。他清楚地知道，这具正在发育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他是侯府的资产和库房里的丝绸，案几上的漆器没有区别，随时可以被送人。我觉得这种深刻的物化感是一个人能经历的最残酷的教育。他教会你不要有自尊，不要有脾气，甚至不要有自我，因为工具不需要灵魂。而在距离侯府几十里外的一座荒山上，卫子夫的弟弟正在经历另一种形式的地狱。那时候他还不叫卫青，他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人们叫他卫家那个私生子，
他的生父郑继是平阳侯府的小吏，一个怯懦又暴躁的男人。在郑家，卫青的地位比看门狗还不如。几岁大的孩子被赶到荒山上放羊，赤着脚踩在布满荆棘的碎石地上，脚底板割破了，流着血，不敢停。因为少了一只羊，等待他的就是皮开肉绽的抽打。郑氏夫人尖酸刻薄，看他的眼神带着赤裸裸的恶毒。你这个没人要的野种，吃我家饭还敢偷懒，你怎么不跟你那下贱的娘死一块儿？年幼的卫青蜷缩在羊圈角落，抱着膝盖，死死咬着嘴唇。他发现哭泣只会招来更狠毒的打骂，眼泪在这个家里是最廉价的废物。他学会了像羊一样沉默，像狗一样忍耐，把所有的仇恨嚼碎了咽进肚子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处境其实很像？当你在一个完全没有话语权的环境里，你能做什么？你只能忍，你只能把自己藏起来，等待，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机会。每隔几个月，卫子夫会找机会偷偷跑出来见弟弟一面。他们的接头点是平阳县城外一棵枯死的老柳树。卫子夫穿着下人的旧衣服，手里攥着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几块点心。他焦急张望，直到看见那个瘦骨嶙峋、浑身羊膻味的小身影从远处跑来。那一刻，他的眼泪就决堤了。他不顾卫青身上的污垢，一把将弟弟死死搂在怀里。卫青僵硬的身体在姐姐怀抱中慢慢软化，他把头埋在姐姐颈窝里，贪婪地呼吸那股熟悉的皂角香。青儿，让你受苦了，是姐姐没用。卫子夫抚摸着卫青背上纵横交错的新旧鞭痕，手指颤得厉害。卫青抬起头，那双被风沙磨砺得异常明亮的眼睛里闪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狠劲。他抓起点心狼吞虎咽塞进嘴里，噎得直翻白眼也舍不得吐。吃完最后一口，用袖子胡乱擦了嘴。他抓住姐姐的手，声音沙哑但坚定：姐，我不哭，这点打不算什么，只要还能动弹我就能活。你也别哭，我听人说长安城很大，有很多机会，只要咱们熬出头，总有一天我要把看不起咱们的人踩在脚底下。卫子夫看着弟弟眼里那股野火，心里既欣慰又恐惧。他紧紧握住弟弟的手：青儿，这话在外面千万别说，咱们现在的命就像风里的灯，随便谁吹口气就灭了。你要学会藏拙，学会装傻，在咱们没变成大树之前，就得老老实实做一株小草，让人踩几脚没关系，只要根还在。这就是姐弟俩在那棵枯柳树下达成的生存契约，也是日后卫氏家族所有行为的精神底色。忍这个字，像一道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在了他们稚嫩的心上，成了一生的图腾。我现在回过头看，那种在平阳府养成的所谓奴性，其实不是贬义词，那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是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能紧紧攥在手里的唯一一样东西。但也正是这个武器，在后来成就了他们，也毁灭了他们。命运就是喜欢开这种残酷的玩笑，先把你踩进泥里，碾碎你的尊严，然后把你捧上云端，给你无尽荣耀，最后再把你重重摔下来。好，现在让我们推开那扇改变一切的门。那是某一年的3月3日上巳节，平阳侯府里的桃花开得格外刺眼。年轻的皇帝刘彻正经历着人生中最郁闷的一段时光。太皇太后窦氏的压制，陈皇后的跋扈，让他这个天子当得像个受气包。他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场能让他感觉自己还是个男人的艳遇。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咬合了。当刘彻的车驾驶向平阳侯府的时候，他不知道那里有2个卑微的灵魂正在等待，等待着用一生去填补这位帝王内心的空洞。卫子夫那天照例在后台整理武艺，直到平阳公主的一声尖叫打破了死水般的平静。
今儿个皇上要来，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谁出了岔子，小心你们的皮。卫子夫的手猛地抖了一下，他抬头看向窗外那片被高墙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心跳莫名加速。他有一种预感，那扇一直对他紧闭的门终于要裂开一道缝了，但缝隙后面是天堂还是地狱，他一无所知。他只是下意识摸了摸怀里那半块留给弟弟的干饼。青儿，你等着，如果姐姐这次能翻身，绝不让你再在山上受一天罪。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脸上浮现那个练了无数遍的完美微笑，转身走进了那片灯火阑珊，像一个即将走上祭坛的祭品，义无反顾。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卫子夫被皇帝看中了，带进了宫，后来生了皇子刘据，被立为皇后，而卫青也因为姐姐的关系得到了从军的机会，从此一飞冲天，七战七捷，直捣龙城，打得匈奴闻风丧胆。外甥霍去病更是封狼居胥，名震天下。卫氏家族从尘埃里一跃而起，站到了大汉帝国食物链的最顶端。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逆袭故事，对不对？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放羊娃变成了大将军。但请你把耳朵贴近那把金光闪闪的凤仪，仔细听，你会听到一种细微的滋滋声，那是皮肤被高温灼烧的声音，是卫氏姐弟坐在权力巅峰时灵魂被炙烤的惨叫。这把椅子太烫了，因为它下面燃烧着一团名为汉武帝的烈火。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会在这个时刻选择急流勇退。但卫青和卫子夫没有这个选项，对于他们这种出身的人来说，上了这条船就再也下不来了。你要么死死抓住不放，要么摔下去粉身碎骨，没有第三条路。让我给你讲一件事，这件事特别能说明卫青当时的处境。元朔6年，卫青率军出击匈奴，他手下的前将军苏建遭遇匈奴主力埋伏，3000汉军血战1天1夜，全军覆没，只有苏建一人逃了回来。军帐里气氛凝固，苏建狼狈跪在地上等待裁决，几位将领站出来大声疾呼：大将军，苏建丢了3000精兵，只身逃回，按律当斩，否则何以立军威？一郎周霸更是直接说，大将军既然已得天子宠信，更应该严明军纪，杀了苏建以此立威。请注意这句话，立威这2个字对普通将领来说是必需品，但对于此刻功高震主的卫青来说是毒药。如果他杀了苏建，他就拥有了独立裁决生死的权利，他就成了军中真正的王，而这恰恰是远在长安的汉武帝最忌惮的事。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大将军，离谋反只有一步之遥。卫青的脑子在那一刻飞速旋转，他仿佛看到了未央宫那双在阴影中窥视的眼睛。他深吸一口气，缓缓松开按在剑柄上的手。他说：我不杀苏建。全帐哗然，所有人都不明白。卫青站起身环视众人，说了一段载入史册的话：我卫青有幸被陛下宠信，在军中不缺威信，何必靠杀人来立？况且作为臣子，我只负责带兵打仗，至于生杀大权，那是天子的特权，我不敢越俎代庖。我要把苏建绑起来送回长安，交给陛下亲自裁决，以此表明我不敢专权。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虽然手里有刀，但刀柄永远握在皇帝手里，我绝不私自挥刀。当这番话传到汉武帝耳朵里的时候，刘彻笑了，发自内心的满意。他高兴的不是苏建捡回一条命，而是卫青交了一份满分的忠诚答卷。这次事件看似是卫青救了苏建，实际上是卫青救了自己，救了整个卫氏家族。他用近乎卑微的退让，再一次向皇帝证明，
我只是一条听话的看门狗，绝不是想咬人的狼。我跟你说，每次读到这段，我都会想，一个人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才能在拥有绝对力量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使用它？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极其高明，也极其痛苦的生存智慧。卫青是在那个羊圈里学会的，他太清楚了，在强权面前，你表现出任何一点攻击性，都是找死。你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无害，完全无害，哪怕你已经是整个帝国最能打的男人。好，现在让我把镜头切回后宫，来看看那位坐在黄金椅子上的皇后卫子夫。她虽然身居深宫，看不到战场的硝烟，但她对危险的嗅觉比卫青更敏锐，因为她每天都要面对那个喜怒无常的男人。随着岁月流逝，卫子夫的容颜不再像当年那样鲜活，眼角有了细纹，而汉武帝的后宫永远不缺年轻貌美的新鲜血液。王夫人、李夫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作为一个女人，看着自己的丈夫在别的女人怀里笑，心里怎么可能不酸？但作为皇后，作为整个家族的守护者，卫子夫必须把那颗酸涩硬生生吞下去。她不仅不能表现出嫉妒，还要主动为皇帝安排嫔妃侍寝，甚至亲自照顾怀孕的姬妾。这在旁人看来是贤德，是母仪天下的典范。但你撕开这层温良的面具，看到的是一个被恐惧扭曲的灵魂，一个在极度缺乏安全感中拼命抓住救命稻草的女人。她很清楚，刘彻之所以还留着他的后卫，不仅仅是因为太子，更是因为前线那个打仗的弟弟。卫青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他后卫稳固的基石，而他在后宫的每一次忍让，都是在为卫青减少来自后方的猜忌。这就是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一种在泥潭里养成的无需多言的生死同盟。姐姐，你在宫里别争，我在外面拼命打，只要我不倒，没人敢动你。弟弟，你在外面别怕，我在宫里伺候好皇上，只要我不乱，皇上就不会忌你。这两句话从来没有说出口过，但像两条看不见的锁链，把他们的命运死死绑在一起。让我给你还原一个特别令人窒息的场景，那是李夫人最得宠的时候。汉武帝在未央宫设宴，让卫青作陪。宴席的主角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他在殿中载歌载舞，唱着那首著名的佳人曲。李夫人依偎在汉武帝怀里，笑得花枝乱颤，满眼胜利者的骄傲。而作为皇后的卫子夫端坐一旁，脸上挂着得体僵硬的微笑，他的眼神偶尔飘向坐在下手的弟弟卫青，似乎在寻求一丝安慰，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交汇，哪怕只是微微皱一下眉，都能让他感到温暖。可是卫青没有，自始至终，他眼观鼻，鼻观心，像一尊泥塑菩萨。他甚至在李延年唱完时带头鼓掌喝彩，那掌声在卫子夫听来刺耳如雷。卫子夫的心在那一刻凉透了，他觉得弟弟变了，变得陌生又遥远。但他看不见的是，卫青藏在袖子里的手，指甲已经深深掐进了肉里。他不敢看姐姐，因为他怕自己只要看一眼，眼里的心疼就会泄露天机。他怕自己流露出一丝对李家的不满，就会给坐在上面的刘彻递上刀子。刘彻虽然怀里抱着美人，但余光始终像鹰一样盯着卫青的一举一动。他在试探这只猛虎还有没有野性，试探这个大将军还会不会护短。当卫青带头鼓掌的那一刻，刘彻眼中寒光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意的笑。他在心里给卫青打了个勾，还是一条听话的狗，即便受了委屈也知道分寸。这场宴会，卫青赢了信任，输了亲情，保住了家族，伤透了姐姐的心。你有没有发现，
这和我们很多人在职场上的处境其实有点像。有时候为了保全大局，你不得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表现出冷漠，那种撕裂感真的会把人逼疯。宴后的长安下着雨，卫青独自走在出宫的甬道上，没有随从，只有被拉长的影子。他想起小时候姐姐为了给他留半个饼，被管家打得嘴角流血。那时候他发誓，这辈子绝不让姐姐受一点委屈。可现在他手里握着大汉最精锐的10几万铁骑，却连一句公道话都不敢说。这种无力感像毒蛇啃噬着他的心脏。他明白，从姐姐坐上凤仪，他挂上帅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再只是姐弟了，他们是棋子，是标靶，是2个被绑在政治战车上身不由己的符号。姐姐的色衰爱弛是自然规律，也是政治必然，他救不了，也不能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这棵大树站得更直更稳。只要他在朝堂上屹立不倒，只要他还是无可替代的大司马大将军，那么不管皇帝宠爱谁，不管后宫里进了多少年轻漂亮的新人，卫子夫的皇后之位就没人敢动，太子刘据的储君之位就稳如泰山。这是卫青的逻辑，用情感上的冷漠换取政治上的安全。那卫子夫呢？他真的不明白弟弟的苦心吗？不，他比谁都聪明。他在那个位置上坐了20多年，练就了一双慧眼。当最初的失落散去，当他在深夜独自回味那场宴会的每一个细节，他慢慢读懂了弟弟那令人心碎的沉默，读懂了那掌声背后的血泪。弟弟不是不帮他，是不能帮，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姐姐你要忍，就像咱们小时候在平阳府一样，把头低进尘埃里，只要咱们不犯错不争不抢，他们就找不到借口下手。于是卫子夫也变了，收起所有锋芒，变成一个完美的旁观者，不再过问皇帝行踪，不再打听新宠消息，甚至主动把最好的宫殿让出来，把全部精力放在抚育太子和管理后宫琐事上，做得滴水不漏。史书说他抚循6宫不失妇道，这是极高的评价，也是极苦的评价，意味着他要把所有嫉妒、痛苦、不甘全部嚼碎，化作春风般的微笑。在这个阶段，卫氏姐弟达成了一种更隐秘也更悲壮的默契，在热闹的未央宫里活成2座孤岛，遥遥相望，从不呼救。这种姿态让他们奇迹般躲过了汉武帝中年的那几次政治清洗。当曾经显赫的斗士陈氏一个个倒下化为尘埃时，卫氏家族依然挺立在风暴中心，虽然摇摇欲坠，却始终没有倾覆。这不得不说是用无数不眠之夜和吞下的委屈换来的奇迹。但我必须残忍地指出，这种隐忍是有代价的。长期的压抑和恐惧正一点点掏空这对姐弟的身体和灵魂。卫青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常年征战的旧伤加上心理重压，让他迅速衰老。那个曾经几天几夜不合眼的铁人，现在连上朝都要喘息许久。更可怕的是，这种不干涉的策略虽然保住了当下，却埋下了未来的隐患。因为他们在步步退让中，把朝堂的话语权一点点让了出去。那些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像江冲这样的人，开始察觉到魏家的虚弱。他们发现这只曾经不可一世的老虎，现在连猫都不敢咬了。这种发现让他们兴奋，让他们开始在黑暗中磨刀。卫青的沉默在保护姐姐的同时，也无意中纵容了潜在的敌人。他以为只要不惹事，事就不会找上门，但他忘了，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你的獠牙不再展示，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块肥肉。好，现在让我把时间的转盘死死按住，停在卫青生命最后那几年。如果说战神的宿命是在马背上迎接风霜，那卫青的晚年是在膝盖上度过的。
请把你的目光投向未央宫宣室殿那冰冷的地面，那里跪着一个人，一个身上挂满大汉帝国最高荣誉勋章的男人。此时他鬓角白发蓬乱，脊背不再挺拔。每一次阴雨天，那些深埋在骨头里的旧伤都在尖叫。但比身体的疼痛更让他沉重的，是那种时刻悬在头顶的无形的皇权威压。在这段时光里，我们要去触碰一个极其残忍的画面，一个站着的英雄是如何学会跪下的。这不仅仅是肢体动作，这是一种生存哲学，一种为了保护身后人而进行的自我肢解。每天清晨，文武百官按品阶鱼贯而入，卫青作为百官之首，理应昂首挺胸接受众人仰视，但他没有，他总是低着头，步履沉重缓慢，仿佛脚下踩的不是汉白玉，而是薄冰。当汉武帝的目光扫过来，卫青会以近乎本能的速度迅速跪倒，他的膝盖撞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大殿里格外清晰，甚至带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响亮。那不是敷衍的行礼，是五体投地的臣服，是把自己的尊严彻底扒光了给皇帝看。陛下圣明，臣无能，全赖陛下洪福。这是卫青晚年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哪怕皇帝只是随口问一句家常，哪怕只是赏了一盘不稀罕的水果，卫青都要诚惶诚恐的谢恩，都要表现出受宠若惊的卑微姿态。很多年轻新贵私下嘲笑他，看啊，那就是打败匈奴的战神，怎么在皇上面前像条老狗？可这些人永远不会明白，这条老狗是在用怎样惊人的毅力守护着家门。卫青太懂刘彻了，此刻的皇帝已经变成了一个敏感多疑的怪物，在这个怪物的逻辑里，任何一点骄傲，任何一点居功自傲都是谋反的信号。卫青必须跪得比任何人都低，低进尘埃里，只有皇帝觉得安全了，未央宫深处的卫子夫和东宫里的太子刘据才能睡个安稳觉。让我再给你讲一个细节。有一次，大臣吉岸当面批评卫青太过顺从皇帝，说大将军地位尊崇，应该引导皇上向善，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这话几乎是把卫青的脸皮撕下来扔地上踩，指着鼻子骂他是佞臣。如果换作年轻时的霍去病，恐怕早就拔剑了。但卫青只是苦笑了一下，对着吉岸拱了拱手。吉大人教训的是，卫青出身卑微，能有今天全是陛下恩赐，不敢有非分之想。他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像一团棉花化解了对方的锋芒。吉岸最后只能长叹一声，拂袖而去。连吉岸这样的聪明人也只看到了卫青的柔，没看懂柔里的刚。卫青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没有野心，没有脾气，我是个无害的好人。你们可以骂我看不起我，但请不要防备我，因为只有当所有人都觉得卫青是只没牙的老虎时，卫氏家族才是安全的。我觉得这种活法真的比死还难受，就像一个人穿着几十斤重的铁甲睡觉，连梦里都在防备着暗箭。还有一件事也特别能说明问题，卫青和平阳公主的婚姻，表面看这是一桩神话般的逆袭，曾经高高在上的主子嫁给了当年卑贱如泥的家奴，整个长安都在感叹卫青的好命。但如果你走进那间挂满红绸的洞房看一看，你会发现里面没有甜蜜，只有一种尴尬的疏离。卫青穿着大红喜服坐在床边，手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神充满局促。坐在他对面的是他曾经的主人，那个在他童年记忆里象征绝对权威的女人。尽管他现在是大将军，是她的丈夫，但骨子里那种奴性从未消失。当平阳公主想帮他宽衣时，卫青几乎触电般站了起来，退后一步，深深弯腰，恭敬地说：“臣不敢，请公主安歇，臣去睡外间。”婚后的日子里，卫青始终保持着臣对君的礼节，
而不是夫对妻的亲昵。每天比公主起得更早，穿戴整齐在门外候着，吃饭不敢先动筷，走路永远落后半步。这哪里是夫妻？分明是把朝堂上那套君臣礼仪搬到了卧房里。平阳公主有时候会流着泪质问他：卫青，你到底在怕什么？我现在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主子，你能不能哪怕有一天像个男人一样看着我？卫青沉默，他怎么能说呢？这种卑微不仅仅因为过去的身份，更因为现在的处境。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是臣，我是奴，我不能僭越。一旦在家里放松了警惕，习惯了平起平坐，在皇上面前就可能露馅儿。人的习惯是可怕的，如果在家里站直了，在朝堂上或许就跪不下去了。为了保持在皇帝面前绝对自然的奴性，他必须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进行自我驯化。这是近乎自虐的心理暗示，也是卫青对自己实施的最残酷的精神酷刑。他有时候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一整天，连水都忘了喝。他在想什么呢？也许在怀念漠北草原上自由的风，也许在想念那个早逝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活成了卫青最想成为却永远不敢成为的样子，张扬、骄傲，无所畏惧。霍去病敢在皇上面前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敢为了替舅舅出气射杀李敢。那时候卫青看着意气风发的外甥，眼里满是宠溺，也满是担忧。如今霍去病走了，把所有的重担都留给他一个人扛，他觉得累。那种累不是身体的疲惫，是灵魂的枯竭。有时候他会梦见自己回到平阳府的马厩，变回那个一无所有的放羊娃。在梦里不需要下跪，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躺在草堆上看星星。可每次梦醒，看着雕梁画栋的大将军府，看着身上那件沉重的官袍，他知道那个放羊娃已经死了，死在了权力的祭坛上。活下来的只是一个叫大司马的空壳。汉武帝看着这样的卫青，心里是满意的，甚至带着变态的快感。他觉得这是帝王术的最高成就，他成功驯服了世上最凶猛的野兽。他享受卫青的恐惧，享受卫青的下跪，因为这证明了他权力的无所不能。但他唯独忘了一点，这只野兽之所以愿意被驯服，是因为他有想保护的人。卫青跪在地上的时候，脊梁虽然弯了，但他用身体撑起的那片天依然在。他在为卫子夫遮风挡雨，在为太子刘据争取成长的空间，在用自己残存的余热温暖那个渐渐变冷的卫氏家族。好，现在让我们进入这个故事最揪心的部分，卫青和太子刘据之间的那场交锋。此时的刘据已经30多岁了，长着一张宽厚温和的脸，遗传自母亲卫子夫，写满了仁恕2字，但身上流着刘彻那滚烫倔强的血液，这注定了他不会是唯唯诺诺的傀儡。刘据信奉儒家之道，主张宽刑省父，休养生息，这本是守成之君该有的美德。但在晚年暴力的汉武帝眼中，这种宽厚被解读为软弱甚至无能。更要命的是，太子的每一次宽恕都是对皇帝言行的无声反驳。这种政见分歧慢慢演变成情感隔阂，最后变成了政治对立。每当太子在朝堂上请求从轻发落犯错的官员，刘彻的脸色就阴沉得像暴雨前的天。皇帝身边的酷吏们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开始在皇帝耳边吹风：太子太仁慈了，压不住人，这天下还得陛下您来镇。这种话听多了，刘彻看太子的眼神就变了，变得挑剔，变得不耐烦，甚至带了嫌弃。而这一切都被病榻上的卫青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此时的他身体已是一盏风中残烛，连呼吸都带着沉重哨音，但他依然强撑病躯，
试图在皇帝和太子之间搭一座摇摇欲坠的桥。这太难了，一边是拥有生杀大权的君父，一边是寄托家族希望的外甥。他不能公开支持太子，那是结党，会激怒皇帝；也不能完全顺从皇帝，那样太子就会被酷吏撕碎。他只能选一条最痛苦、最隐晦的中间路线，在皇帝面前替太子补台，在太子面前替皇帝圆话。让我还原一个鲜为人知但极有深意的细节。有一次，苏文那个后来酿成巫蛊之祸的奸宦向汉武帝打小报告，说太子鞭打宦官，还私自增加东宫卫队，似乎有不臣之心。汉武帝听了虽没当场发作，但一整天在殿里来回踱步。消息传到大将军府，躺在床上的卫青猛地坐起来，剧烈咳嗽着咳出血丝。他顾不上擦嘴角的血，挣扎穿上朝服，让人抬着进了宫。他没有直接为太子辩解，因为辩解在多疑的皇帝听来就是狡辩。卫青见到汉武帝后跪在地上，先痛哭流涕检讨自己教导无方，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极其巧妙地说了一句话：太子仁厚，平日连只蚂蚁都不忍踩死，如果他真责罚了下人，一定是这些人犯了欺君的大错。太子是在替陛下教训奴才啊！这句话一下子把太子从暴力拉回了仁厚的人设，同时把太子的行为解释成维护皇权，而不是挑战皇权。汉武帝紧绷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他扶起卫青，叹了口气：大将军啊，还是你懂朕。太子那孩子就是太老实，朕是怕他被下面的人蒙蔽了。一场风波就这样被卫青的柔术化解于无形，但这样的风波一次比一次频繁，一次比一次凶险。卫青挡得住这一次，还能挡下一次吗？更让他深深无力的是，太子刘据本人并不完全理解舅舅的苦心。刘据是个理想主义者，看不惯朝堂上的乌烟瘴气，想反抗，想争辩。有一次卫青把太子叫到病榻前屏退左右，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对话。昏暗灯光下，卫青看着这个长得越来越像姐姐，性格却越来越倔的外甥，声音沙哑疲惫：据儿，你听舅舅一句劝，在朝堂上别跟你父皇顶嘴，哪怕他是错的。你父皇现在老了，老人最怕失去权威，你越争辩，他越觉得你要抢权。那些酷吏不过是你父皇手里的刀，你要避其锋芒，你只要忍，忍到那个位置，自然交到你手里。刘据紧紧握拳，低声反驳：舅舅，我知道您为我好，可那些人害得百姓家破人亡，我身为储君，怎能视而不见？父皇被他们蒙蔽了，如果连我都不敢说话，这大汉天下要变成什么样？卫青看着一脸正气的太子，心中涌起巨大的悲哀。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霍去病，但也看到了霍去病没有的致命书生气。霍去病的刚有军功做底气，太子的刚在绝对皇权面前只是鸡蛋碰石头。卫青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死死抓住太子衣袖，眼神充满恳求：孩子，这世上最大的道理是活着，只有活着你才能去实现你的仁政。舅舅这辈子跪了一辈子，忍了一辈子，就是为了给你们娘俩撑起这片天。舅舅能护你的日子不多了，等舅舅走了，谁还能替你在你父皇面前挡刀子？说到最后，卫青老泪纵横，他一生的委屈和恐惧都在这一刻宣泄而出。刘据看着哭泣的舅舅，终于心软了，跪在床前抱着舅舅痛哭，答应以后谨言慎行。这是卫青最后一次试图把自己的生存智慧灌输给这个理想主义的外甥。他试图教太子如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伪装妥协。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东西刻在骨子里，学不来也装不像。太子的仁厚是他的铠甲，也是他的软肋。
是百姓爱他的理由，也是皇帝厌他的根源。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也和卫青一样无解。你怎么教一个人变成他不是的样子？你怎么让一个有良心的人学会冷血？这就是那个博弈中最无解的死结。随着卫青病情加重，天平开始了致命的倾斜。那些躲在阴暗角落的老鼠们看准了这棵大树即将倒下，开始疯狂啃食树根。江冲在汉武帝面前频繁制造巫蛊的恐慌，利用皇帝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编造了一张巨大的阴谋网。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与长安联系越来越少，给了江冲从中作梗的绝佳机会。而卫青已经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躺在大将军府深处，听着外面的风声，他能感觉到那股针对卫士的杀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越来越浓烈。他想进宫见皇帝，想再替太子解释几句，哪怕再去跪一次磕几个响头。可他的身体像灌了铅，连翻身都成了奢望，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恶化。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比死亡本身可怕万倍，像一把锯子慢慢锯着他的心。终于，元丰5年的那个深秋，卫青的生命之火要熄灭了。临终前，汉武帝派人来问大将军还有什么遗言，这是最后的恩典，也是最后的试探。卫青挣扎着睁开眼，看着那个代表皇帝的使者，嘴唇颤抖着用尽最后一口气：臣死后，请陛下善待太子，善待皇后，他们是陛下的亲人啊。到死他惦记的依然不是自己的身后名，不是卫家的荣华富贵，而是那对母子的平安。他试图用最后一点亲情的羁绊去唤醒那个被权力异化的帝王的良知。这句遗言传到汉武帝耳朵里，刘彻沉默了很久。那一刻，他或许想起了当年平阳府更衣室外羞涩守候的少年，想起了漠北战场上为他出生入死的战神。但这丝温情太短暂了，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帝王的冷酷理性。卫青死了，那个庞大的卫霍集团彻底瓦解了，再也没人能威胁皇权了，但也再也没人能替他调和父子矛盾了。现在让我把镜头拉回到故事最开始的那个画面。公元前106年深秋的长安城，未央宫那口铜钟在沉闷地撞击空气，一下又一下。大汉帝国的脊梁倒下了，请把目光聚焦在未央宫最高处的交房殿，那里站着一位年过半百的妇人。卫子夫穿着素净丧衣，没有金玉首饰，只有发间一只白玉簪。这簪子是他入宫那年卫青送的，温润的玉质早已被岁月摩挲的暗淡。他静静站在高台上，目光越过重重宫门投向长平侯府的方向，那里正举行着极尽哀荣的葬礼。皇帝赐予的陪葬品如流水送入，金银玉器堆积如山，可这一切在卫子夫眼里都像一场荒诞的默剧。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眼泪都没有，平静得像一潭结了冰的湖水。但请注意看他的手，那双曾在平阳府浣纱汲水，后来又在深宫中执掌凤印的手，此刻正死死扣住面前那根冰冷的汉白玉栏杆，指节因用力过度泛出惨白的青色。如果不是这个细节泄露了他内心的崩塌，你会以为他真如史书所写那般宠辱不惊。在这个瞬间，他脑海里没有闪过金戈铁马的辉煌，没有回响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迈，那些属于大将军卫青的荣耀此刻全褪色了。他能想起的只有50多年前那个阴暗潮湿的马厩，一个小男孩蜷缩在草堆旁，浑身是泥，瑟瑟发抖，拉着他的衣角，怯生生喊了一声：姐姐，我饿。那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击穿了未央宫铜墙铁壁般的寂静，狠狠撞在卫子夫空荡荡的心房上，让他几乎在寒风中站立不稳。卫青走了，带走的不仅是大汉最锋利的剑，
更带走了卫子夫在这世上最后的安全感。甚至可以说，卫青的离世抽走了支撑卫氏家族这座大厦最关键的承重柱。哪怕此刻那个叫刘彻的男人依然站在他身边。汉武帝看着远处缓缓移动的灵车，眼中流露的悲伤是真实的，甚至带着几分苍老的落寞。毕竟棺木里的人是他亲手提拔的臣子，最信任的战友，也是他最完美的杰作。但卫子夫敏锐捕捉到了皇帝眼神深处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那不仅仅是失去挚友的痛，更像是一种终于不用再担心功高震主，终于可以彻底掌控局面的释然。这种释然像一根看不见的冰刺，狠狠扎进了卫子夫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他太了解枕边这个男人了，38年的朝夕相处让他读懂了帝王心中每一个微小的涟漪。刘彻的爱是炽热的，像正午烈日，能让一株野草瞬间长成参天大树。但刘彻的气也是彻骨的，像极北寒风，能在一夜间将那棵大树连根拔起，冻成枯木。只要卫青活着一天，哪怕他病得下不了床，交出所有兵权，他依然像一座沉默的大山，镇守在卫子夫和太子身后，替他们挡住四面八方的暗箭。朝堂上那些蠢蠢欲动的野心家，嫉妒卫氏荣宠的旧贵族，阴狠的酷吏，只要想到大将军3个字，再多毒计也得暂时缩回爪牙。可现在这座山塌了，把毫无防备的卫子夫完全暴露在旷野之中。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带着血腥味，带着阴谋的味道，吹得人骨头缝里都疼。卫子夫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胸腔里那股窒息感。他转头看向侧后方的太子刘据，那个他视若性命的儿子。刘据今年35岁了，依然保持着近乎天真的仁厚，此刻正哭得像个孩子，泪水打湿衣襟。他是真的在为疼爱他的舅舅伤心。可卫子夫看着儿子那单薄的背影，心中涌起无法言说的巨大恐慌。没有了舅舅那把染血的战刀震慑群兽，这头温顺的羊该如何面对周围那群饥饿的狼？这不仅是一场葬礼，这分明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是一场血腥清洗的前奏曲。卫子夫缓缓松开紧握栏杆的手，掌心被坚硬的石棱硌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红痕。他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鬓发，那层如云般乌黑的秀发如今夹杂着刺眼的银丝。在初冬的寒风中，他仿佛又听到了来自平阳府的声音，那个年轻的充满生命力的声音。姐姐别怕，等我长大了，我要当大将军，我要保护你，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骑在马上回过头来，阳光洒在他年轻的脸庞上，笑得灿烂。画面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眼前冰冷森严的未央宫和远处渐渐远去的灵车。卫子夫在这个瞬间终于发出了一声极轻微几乎听不见的叹息，这声叹息里包含了太多无奈，太多恐惧，还有对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深深眷恋。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必须独自面对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獠牙了。果然，卫青死后的事情比他最坏的预想还要糟。让我把时间快进到征和2年，这一年汉武帝已经69岁了，衰老像一只怪兽吞噬了他的雄心，也吞噬了他的理智。他躲在远离长安的甘泉宫里，整日把自己关在幽暗殿堂中，周围贴满符咒，频繁做噩梦，梦见成千上万手持兵器的小牧人追杀他索命。这种幻觉让他极度神经质，觉得周围每个人都想害他夺权。这时候江充出手了，他太清楚了，卫青死了，太子仁厚，一旦太子即位，他这个靠告密起家的酷吏必死无疑。为了活命，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太子置于死地。于是他对神志不清的老皇帝说：陛下宫中有蛊气，有人在诅咒您。
得到尚方宝剑的江充带着一群面目狰狞的胡人巫师杀回了长安。曾经庄严的皇宫变成了巨大的挖掘场，他们像疯狗一样在每块地砖下挖掘，寻找所谓的诅咒牧人，先挖百姓的家，再挖大臣的府邸，最后锄头挥向了皇宫，在皇后交房殿里挖，连卫子夫睡觉的床榻都被掀翻掘地3尺。这哪是查案，这是赤裸裸的羞辱，是把皇后的尊严踩在泥里摩擦。卫子夫站在一片狼藉的宫殿里，看着那些满脸横肉的巫师肆意破坏，他的身体在剧烈颤抖，但他死死咬着嘴唇，没发出一点声音，因为他记得弟弟的遗言，要忍，不要激怒皇帝。可忍耐在恶魔面前是无效的，退让只会让他们觉得你软弱可欺。魔爪终于伸向了太子的东宫，江充在那里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铜木人。当江充举着那个沾满泥土的木偶对着太子露出阴毒的狞笑时，陷阱合上了。太子殿下，证据确凿，这是谋逆大罪，我要去甘泉宫向陛下复命了。38岁的刘据感到了天塌地陷般的绝望，他被逼到了悬崖边。此时汉武帝远在甘泉宫，消息被江充封锁，太子根本无法见到父亲自辩。他想起了含冤自杀的秦始皇长子扶苏，害怕重蹈覆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中，这位一向仁厚的太子终于爆发了血脉中属于刘彻的烈性。他连夜奔向皇后的长秋殿。当卫子夫看到衣冠不整、满脸泪痕闯进来的儿子时，心瞬间碎成了粉末。刘据跪在地上，抓着母亲裙摆哭喊：“母后，江充要陷害儿臣，父皇病重不知情，儿臣没活路了。”卫子夫的脑海里闪过卫青临终前那忧虑的眼神，弟弟用一辈子的隐忍没能换来平安，如今刀已架在脖子上，还能忍吗？如果不反抗，儿子马上就会被江充以谋反罪处死；如果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在这个决定生死的瞬间，卫子夫那个顺从了一辈子的灵魂突然觉醒了。她不再是唯唯诺诺的皇后，不再是只会微笑的贤妻，她变回了一个母亲，一直为了保护幼崽敢向狮子露出獠牙的母兽，哪怕明知是死也要咬下一块肉。卫子夫缓缓站起身，眼神中褪去了所有柔弱，只剩一片决绝的冰冷。他转身走向封存已久的柜子，拿出了那枚象征皇后最高权力的喜寿，把它交到了儿子手里。声音虽颤抖，却带着从未有过的力量：“巨儿，拿着这个去打开武库，调动皇后卫队，杀了江充那个奸贼。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是为了让你父皇看清真相。去吧，母后替你担着。”我觉得这一刻的卫子夫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他不是不知道撕掉兵马是死罪，但他已经不在乎了。他用38年积攒的所有名声地位甚至性命，为儿子换了一次拔刀的机会。你有没有发现，这和卫青一辈子的沉默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都是爱，只是表达的方式完全相反。卫青用忍来保护，卫子夫用爆发来保护，殊途同归。得到母亲支持的刘据立刻组织人马在长安城内宣布江充谋反。愤怒的太子卫队冲上街头，抓住正在庆祝的江充，当场斩首。那一刻，长安百姓都在欢呼，以为奸臣已出，天下太平了。但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往往在你以为看到曙光时给你最沉重的一击。江充虽然死了，他的党羽逃出长安，拼命奔向甘泉宫。陛下，太子谋反了。他杀了朝廷命官，打开了武库，正带兵杀向甘泉宫。躺在病榻上的汉武帝听到消息，第一反应是不信。他了解儿子，他说太子肯定是因为害怕才这么做的，他怎么敢反？朕派人去叫他来。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父子之间依然残存着一丝信任的纽带，
但那个被派去的使者因为胆小，根本不敢进城，在城外转了一圈，就跑回来撒了弥天大谎。陛下，太子真的反了，他还要杀臣。这句话成了压垮汉武帝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多疑的刘彻崩溃了，他一生的骄傲，他的权威在那一刻化为雷霆之怒。逆子竟敢真反，他以为朕老了提不动刀了吗？朕要让他知道谁才是天子。汉武帝拿出虎符，命令丞相调动正规军镇压太子，格杀勿论。长安城瞬间变成修罗场，一场父子相残的惨剧在帝国心脏上演了。一边是太子临时拼凑的卫队和被强行武装的市民，一边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帝国正规军。那是卫青曾经一手带出来的铁骑。混战持续了整整5天5夜，史书记载那几天的长安流血飘橹，数万人死在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里。大街小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卫子夫站在未央宫高台上，看着远处冲天的火光，听着震天的喊杀声。他知道输了，太子的杂牌军怎么打得过正规军？那是卫青留给帝国的利刃，如今这把利刃反过来刺向了他最想保护的外省，这是多么讽刺的轮回！太子兵败逃出长安，不知所踪。偌大的皇宫里只剩卫子夫一人面对审判，丞相的军队包围了未央宫。曾经对他毕恭毕敬的人，现在拿着刀剑站在门外。那个名叫苏文的宦官带着皇帝的诏书，冷笑着闯进了交房殿，手里捧着的不是赏赐，而是收缴皇后喜寿的托盘。皇后娘娘，交出来吧，陛下有旨。苏文的声音尖锐刺耳。卫子夫冷冷看着他，眼神透出一股让苏文都不敢直视的威严。他解下绶带，将那枚刻着皇后之玺的玉印重重放在托盘上。这块玉他揣了38年，足够让光滑的物件染上体温，也足够让鲜活的女人被权力磨盘碾成粉末。交出喜寿后，卫子夫转身走进内室，关上了门，将所有喧嚣关在门外。他没有惊慌，没有哭闹，异常平静地坐在凤椅上，看着镜中那个白发苍苍的自己，想起50年前平阳府那个春天，那个在更衣室外羞涩等待的少年天子。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以为相爱就能抵挡一切。如今风雨已至，故人已变，留给他的只有满城血色和无尽苍凉。他不后悔支持儿子反抗，那是母亲的本能，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高光。但他也知道私自调兵对抗天子已罪无可恕。他不想等苏文来羞辱他，不想面对污秽的审讯。他曾是大汉的门面，是卫青的姐姐，他不要这张脸落在泥潭里任人践踏。卫子夫缓缓站起身，对着空荡荡的宫殿，对着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弟弟行了一个大礼。他拿出白绫系在房梁上，最后看了一眼窗外长平侯府的方向。青儿，姐姐来了，这辈子太累了，下辈子咱们不做公侯，只做平阳府里一对布衣姐弟吧。一声闷响，大汉最传奇的皇后结束了她的一生，死得决绝，死得干净，用死亡为自己保留了最后一点体面。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解脱，对卫氏家族而言是灭顶之灾。卫子夫死后，汉武帝没让他葬入皇陵，茂陵旁边没有他的位置，他被草草装进一口薄薄的桐木小棺材，埋在长安城南的荒野路边。请想想这个画面，一位在位38年母仪天下的皇后，最后像个无名氏，孤零零躺在乱草堆里，没有墓碑，没有祭祀，甚至连个像样的坟包都没有。风沙吹过，只有野狗和乌鸦偶尔停留，发出凄厉的叫声。那个显赫一时的卫氏家族在一夜间被连根拔起。太子刘据逃亡后被发现，因不愿受辱而自杀，他的3个儿子1个女儿全部遇难。卫青的长子被杀，
魏家被牵连致死的人多达数万，鲜血染红了半个长安。但时间是公平的，它不因帝王的愤怒而停滞，不因小人的得志而转向。18年后，一个来自民间的年轻人推开了未央宫的大门，他叫刘病已。后来的汉宣帝太子刘据唯一的幸存血脉，卫子夫的亲曾孙，他在监狱里长大，在市井中混迹，看尽了人间冷暖。当命运把他推上皇位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那位被遗弃在荒野里的曾祖母。他动用大量人力，终于在城南乱草丛中找到了那口腐朽的桐木棺材，重新修建了陵墓，追加了一个谥号司，史称魏司后。这个司字在谥法里含义极深，道德纯一曰司，这是赞美；追悔前过曰司，这是来自后人的迟到的歉意和平反。这个字或许也代表了晚年汉武帝内心深处那点无法言说的隐痛。他临死前其实已察觉到巫蛊之祸的冤情，但已经无法挽回了。他在太子死的地方建了思子宫，筑了归来望思之台，日夜遥望，站在高台上看着空荡荡的天地，再也等不到温顺的妻子和仁厚的儿子归来。那是帝王最大的悲哀。赢了所有的战争，输掉了所有的亲人，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故事讲到这里，我们该如何定义卫青那长达一生的不干涉与沉默呢？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那不是懦弱，那是一种早已预见到结局的悲凉。卫青早就看透了，只要皇帝活着，只要皇权还在，魏家就永远是案板上的肉。他用沉默，用下跪，用自我阉割，强行把这个悲剧推迟了20年。他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在黑暗中死死顶住那扇即将倒塌的大门，直到力竭而亡。当他倒下那一刻，暴雨如期而至，淹没了一切，也洗刷了一切。我想了很久，这个故事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它告诉我们的是，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个人的善良、隐忍、智慧都是脆弱的。卫青做到了一个人能做到的极限，但他终究是血肉之躯，他挡不住历史的洪流。他能做的只是在洪水到来之前，多争取了20年的安宁。这20年里，太子平安成长，卫子夫安稳度日，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全部了。你说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觉得都是。他成功的活成了一个完美的臣子，但他失败于他终究是个凡人，会死。而他一死，所有的平衡就碎了。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那个默默扛着一切的人？他在的时候一切风平浪静，他走了，所有的矛盾才暴露出来，你才发现原来之前的和平不是自然而然的，是有人在拼命维持。卫青的沉默是爱，卫子夫最后的爆发也是爱。一个用一辈子的忍耐去延缓灾难，一个在灾难降临时用生命去对抗，他们都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把所有人都变成棋子的制度，错的是一个可以让父亲杀儿子、丈夫逼死妻子的权力结构。在那个巨大的绞肉机里，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安全的，只有权力本身在狞笑。好了，今晚的故事讲完了。长安城的风吹了2100年，吹散了所有的荣耀和屈辱。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如今都只是史书上的几行字。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去感受，你依然能触碰到那些有血有肉的灵魂，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他们的不甘，他们的爱。卫青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卫子夫一辈子没能自由地哭一场，但他们的故事跨越了2000年，依然让人动容。因为爱从来不会过时，哪怕它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哪怕它被压在了最深的地方，它依然在那里，温热的、坚硬的，永远不会消失。
愿你今晚在梦里能梦见那年春天的平阳府，桃花盛开，岁月静好。没有大将军，没有皇后，只有2个无忧无虑的姐弟在阳光下奔跑。弟弟回过头来冲姐姐笑：姐姐，我饿了。姐姐从怀里掏出一块热乎乎的饼递过去来：慢点吃，别噎着。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没有权力，没有恐惧，只有彼此。晚安，愿每一个温柔的灵魂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